现实中激光武器都实战了，在高达剧中却为啥很少出现呢？前一阵沙特使用咱们出口的激光武器击坠了13架无人机的事情，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吧，也算是激光武器实战的典型案例了。有人可能好奇了，为啥现实中早就有激光武器的概念了，可高达宇宙中呢却很少见到激光武器的画面呢？当然了，这会儿估计又有人会来说啊，高达的光束步枪和光束剑不就是激光武器吗？那你可就想错了啊！像咱们常见的激光武器都是使用高能激光对目标进行照射，利用产生的高温对目标造成伤害，有直接融化目标产生的热破坏，也有通过照射气化所产生的等离子体，利用其冲击波所造成的力学破坏。就算未能造成这两种显著的伤害，也可以利用高温传递的效果以及等离子体的辐射，使一些比较脆弱的电子元器件报废。激光武器的优点呢是发射成本低，据说啊那次打掉无人机的激光武器，也就是功率为30千瓦的寂静猎手，单发成本不过是几美元，而一次照射呢可以击穿4000米外5毫米厚的钢板，且激光可调节为不可见光，武器的隐蔽性也获得了相当的保证。当然最主要的是它是一道光啊，在射击时呢可以做到所见即所得，不用计算弹道速度，不用计算重力对弹道的影响，射击精度啊是非常之高。缺点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想造成有效的杀伤需要一小段时间的照射，这样的话呢在面对高速目标时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。其次呢是遇到特殊天气状况，比如雾霾、沙尘暴、下雨等等，激光武器啊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而高达宇宙中的光束步枪和光束剑却不同，虽然呀这两种武器的名字中都有光束二字，但实际上呢都是粒子武器。虽说光子也是一种粒子吧，不过激光与粒子武器的效果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就拿光束步枪为例啊，我们都知道 UC 宇宙中的米氏粒子是分为带正电荷以及带负电荷的，将二者缩退融合，便可以形成一个中性的 mega 粒子。在缩退的过程中呢，一部分质量会转化为动能，吸收了动能的 mega 粒子呢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，便可以将它们发射出去，再经由爱丽场的多次收束以后，就可以像子弹一样形成弹道了。由于打出去以后呢是一道短短的粒子束，所以啊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个是光束。 UC 宇宙中的光束武器由于有米氏粒子衍生出来的爱丽场，因此呀无论是光束步枪的粒子加速还是光束剑的粒子塑形，都是有着一套非常容易理解的理论来解释的。说白了呀，就是用一种纯粹的斥力效果，比现实中的磁场更加纯粹且不受干扰的斥力，才使得粒子武器的应用啊更加理想化。而 UC 宇宙以外的光束武器，有些用的是其他粒子，有的呢则用的是等离子体。就比如呀高达 SEED 中的等离子炮，等离子体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，是处于固态、液态、气态以外的第4态，又被称为电浆。高温等离子体在现实中的应用，最典型的呀就是在高熔点金属的冶炼方面。毕竟啊，等离子体达到个几万度甚至上千万度都是有可能的。那么现实中我们为什么不用高热等离子体来做武器呢？据我所知啊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定向发射的问题。如果你不能在长距离射击的情况下对指定目标点造成有效杀伤，那你就是温度再高、破坏力再强，也很难运用于实战。而 SEED 中的等离子炮呢，也就是草莓夹心炮，在设定上呢也是利用电磁场来实现定向加速的。通过电磁场的不断收束，积累足够的动能，使其能够以非常高的速度被射出去，同时还能把低能等离子体排布在外侧，而高能等离子体呢则被包裹在其中。这样呀，高热等离子体就不会在接触空气的过程中损失过多热量，从而达到远程攻击的效果。那么对比激光武器，这些粒子武器或者是电浆武器最主要的优点就是相对稳定，不会像激光那样很容易被杂质折射，而且啊一旦发射出去，只要接触到目标就能够造成足够高的杀伤，因为它是整个级数本身都带有足够的能量的。而激光武器呢则需要考虑到对方的装甲材质、厚度、照射面积等条件，才能得出最终的杀伤效果。当然了，高达宇宙里边也并不是没有激光武器，相反啊很有名，没错，就是 Solar Ray System。另外还有一些单兵激光武器，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以当今的科技水平，能造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？昨天咱们畅想了一下，把所有高达世界科技打通，能组合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？有的小伙伴说了，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，你就说以当今咱们人类的科技水平，能造一台什么样的高达吧？问得好。今天啊，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。在造高达之前，咱们先要想明白一件事儿，就是咱们的高达造出来是要应用于什么场景的。首先看看陆战，造一台用于陆战的高达，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材料和操作系统。材料方面，咱们就拿元祖高达来说吧，使用了月神钛合金，头顶高度18米，全背重量为60吨。给大家对比一下啊，美国 M1A1 主战坦克车体长8米左右，重量也是60吨左右，能感觉到高达有多轻了吧？这还不是逆天的，比如全高19.7米的独角兽，本体重量只有23.7
吨，全备重量也才42.7吨。不得不说 UC 科技是真逆天了。而如果把高达躯干看成一个小坦克的底盘，你会发现啊，背包刚好可以视为坦克的炮塔。也就是说啊，光本体这个小坦克可能就已经相当于当今40-50吨的坦克了，四肢和头部的重量都不用算了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材料还能支撑高达走路、跑步，甚至是跳跃的动作，这关节承重水平简直是难以想象。而且你再想一想啊，这么高的一块大铁坨坨，操作系统还要保证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并稳定重心，好像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。所以说哈，就别提着弹面积这些实用层面上的事儿了，就光是造一个能独自站立并执行大幅度跑跳运动的18米机器人，这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了。所以以现在的科技术，陆战用的高达还是别想了。那么水战呢？高达在水中作战基本就已经是个笑话了，因为水的阻力非常大，想要高速移动，对外形的要求啊就很高了。所以就算是高达作品中，也基本会创作流线型的水用 MS， 就算让高达下水，也得是有可变形机构的才实用一些。但一提到变形，那对材料和相关技术的要求啊就更高了，不如直接造潜水艇了。所以水战也别想了。那么空战呢？其实啊，咱们刚才一直还都没讨论高达动力的来源呢。大多数高达作品中的动力炉都是核聚变炉，就算是 C 的那种裂变炉，那能源转换效率也是黑科技级别的，咱们就别提研究了。就连核炉小型化问题啊都没法解决，那你说去搞电池机吧？看看咱们现在那些冬天掉电飞快的新能源汽车，咱还是死了一条心吧啊！所以想在空中飞行啊，还是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装上大型的推进器，灌满燃油，然后在天上当窜天猴。在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，那还是不如飞机好使。最后啊，就只有一个去处了，那就是宇宙里了。毕竟高达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宇宙战的，宇宙战争的机器也有很大的想象空间，没有了重力的束缚，关节方面的压力啊也会小很多。而且虽然咱们完成不了核炉的小型化，但咱们可以完成 MS 大型化呀，造一个100来米大块头就能用上现代科技的核技术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考虑外形了。由于太空中不存在什么空气动力学，而且形状越趋于对称越容易掌握姿态，以免陷入在太空中转圈圈的情况，所以腿最好是别装，毕竟咱们可研究不出什么 AMBAC 系统。那么为了对称，既然腿没了，头也就不能要了，直接装一些摄像头就可以了。机械臂的话还是可以保留的，毕竟可以适配不同的武器，还能进行太空作业。最后再给头顶上装一个无后坐力的主武器，就可以完成太空作战的基本需求了。所以啊，咱们现在如果要造高达的话，就委曲求全下，做个直径100来米的铁球吧，这才是现代科学下的版本答案呀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高达世界中不起眼的机枪、加农炮放现代是个什么水平？在高达剧中，自 RX-78 元祖高达登场那一刻起，无论是他手持的光束步枪的表现，还是他在扎古豆豆枪中搓澡的画面，都给人一种扎古豆豆枪能干啥呀的感觉。可这些用高科技打造出来的人形机甲，手中的武器真的那么弱鸡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就拿扎古手里这个豆豆枪来说吧，之前我们提到过，由于米诺夫斯基博士的叛逃，吉翁这边光束武器小型化遇到了一些小障碍，为了能尽快让 MS 装备上武器，开发重点就移到了相对技术比较成熟的实弹武器上。而18米高的巨人该配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呢？参考人类手持武器的比例，扎古的机枪口径应该在90到120毫米左右。那么这个口径放到现实世界中，就已经跟美国的主战坦克 M1A1 的主炮一个级别了。如果把坦克炮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，虽然口径和威力差不多，但射速啊实在是太慢了，根本达不到机枪的标准。那么直接端一个大口径的机炮可不可以呢？按照0079作画时世界武器的标准，实用化的大口径机炮也就60毫米左右，远远达不到巨型机器人所需要的火力要求。单纯的加大口径只会造出一个超级重的大型机炮，根本无法当做 MS 的便携武器，那就只能让制作组现编，不是让研发团队抓紧手搓一个适合 MS 的机枪了。说白了啊，不就是想要一个可以连发、重量比较轻的大口径机炮吗？问题的难点啊，就是如何解决重量与射速之间的平衡。于是吉翁公国抛弃了传统的瓦斯压力附近结构，转而采用电力驱动。于是扎古1用的105口径机枪就诞生了。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迭代到了扎古2上最常见的豆豆枪120毫米扎古机枪。经常有人吐槽啊，这个口径怎么说都得是炮吧，那是以人类的身高比例做参照，放到扎古这个体型下，它就是枪。该机枪的射速能够达到280发每分钟，在地面的有效射程呢为4200米。作为对比啊， M1A1 坦克主炮每分钟只能打6到10发炮弹，射程呢在3500米左右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。除了口径、射速、射距的综合性能都比较优秀以外，扎古机枪还支持穿甲高爆弹和榴弹等各式弹种，这下子泛用性也一下上来了。
而装弹量方面，扎古的机枪也是有100到145发的水平。别小瞧这个装弹量啊，这么小一个圆盘能装下100来发120毫米口径的炮弹，想想还是挺恐怖的啊。关于这一点，官方也给出过机枪内部的透视图，试图圆一下设定。而机设师呢也有自己的看法，要说合理啊，还是这个背部供弹的要合理一些。这里呢也放上一些其他 MS 的武器参数，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。总的来说啊，这些 MS 机枪口径基本能达到坦克主炮的水准，射速呢更是远超现实世界中同口径下的武器，射距也是比较够用，放在现实世界中啊绝对是逆天的存在。可是在高达剧中呢，它也只能给元祖拿来搓澡。当然了，说是搓澡，其实这个口径的子弹打在元祖身上，就说破不了防，造成的震荡杀伤啊也是相当可观的。要是在驾驶舱周围落上几发，估计阿姆罗当时就得翻白眼了。而且说到这里，相信很多人都想让我提一嘴高达的火神炮了吧？没错，高达的火神炮啊虽然不起眼，但它的科技啊也是挺逆天的。像联邦标准的 RX 系所使用的火神炮，口径为60毫米，装弹数600发，而这600发呢也基本上是1分钟不到就能打完。对比下现实世界中的 AK176M 舰炮，它的口径为76毫米，射速是120发每分钟，个头啊还有这么大。你再看看高达头部那火神炮才用了多大点地方，这还不出这600枚炮弹要放哪呢？这还没完啊，大多数火神炮使用的还是无壳弹，这就避免了在头部还需要追加抛壳的结构。虽然 MS 一般只是拿火神炮来拦截导弹，但实际上杀伤力啊还是相当可以的，在距离足够近的情况下，也能够给敌人造成有效的杀伤。更别提独角兽开启 NTD 以后还能打光束，那更是逆天啊！然后啊，再来说说加农炮，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陆战高达手里那把了吧？它的参数呢，我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，只知道口径是180毫米，这个大小已经超出了轻型巡洋舰主炮的水准，基本算是摸到了重型巡洋舰主炮的门槛了。结合剧中的表现，咱们可以称之为开山炮了。虽然这种火炮放在现代军事中也是比较常见，可是陆战高达那个加农炮啊，它不但可以手持，后坐力小，甚至还支持现场组装。要知道巡洋舰上的舰炮啊都是这个造型的，主要就是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必须要非常稳固的底座才能够稳住炮口。而陆高的这门加农炮不但实现了装备的模块化，这后坐力啊也不过只是需要高达跪下而已，这个反后坐力科技也是相当先进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高达 C 的中，只有落后的自然人会为解禁核弹而高兴。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当高达 C 的中的黄毛拿到反中子干扰器，并派出了大量核弹攻击机以后，有一种终于上升到使用核武器的地步了吗？看来战争要结束了的感觉。结果呢，就是这海量的核弹，除了成功偷袭了一次奔驰要塞，其他的基本都直接打水漂了。然后狼爹就在客队的怂恿下，拿出了自己的大宝贝儿，给自然人小刀拉屁股开了开眼。其实这么说来啊 ，C 的正传中的核弹，除了一上来偷袭了尤尼乌斯7以及后来的奔驰要塞以外，好像还真没有其他战绩了。如果有的话，大家可以补充一下啊。这就给人一种只要防御得当，这玩意儿就没有啥杀伤力的感觉，反倒是其他超级兵器那真是嘎嘎乱杀，防都防不住。可是呢，那些超级兵器又是什么原理，如何运作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接下来谈到内容呢，均来自官方设定集，而非口嗨或者脑补啊。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创世纪吧。其实创世纪早先不是战略武器，而是让人类远洋星海的工具。自打人类发现了那个长着翅膀的鲸鱼化石以后，对外太空的探索计划便提上了日程。其中呢，最主要执行方就是 Plant 这边。创世纪的前身就是为了给搭载了太阳帆的宇航器，如观星者里的观星者高达提供送光服务而制造的。至于 C 的中人类的太空探索计划，咱们以后出视频细讲啊，这里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而这个送光的装置原本是通过反射镜将光层层聚拢，成为高能光束发射出去的原理来工作的。可是如果在反射镜的内部加入核爆作为额外的能量来源，就瞬间成为了战略级武器了。运作方式如下：首先将中子储匣中的核爆能转化为伽马射线激光，然后通过1次反射镜、2次反射镜将激光层层诱导，瞄准后发射，最终形成宇宙空间的核爆炸。此时所有的能量都将以放射线的形式存在，而这些关键的反射镜也不是单纯的光学反射镜，而是在反射时产生一种力场，将高能伽马射线定向反射的一种技术。为了能够利用核爆，创世纪也搭载了反中子干扰器。这些还只是创世纪攻击侧的配置。防守方面，它有海市蜃楼系统，可以在射击之前隐藏自己，让敌人猜不到自己下一步要攻击哪里。
同时呢，创世纪全身也覆盖了非常厚实的 PS 装甲，并给予其足够的能量，使得阳电子炮这样的光束打上来都毫无效果。具体的 PS 装甲的原理呢，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。而至于创世纪的杀伤力，官方的描述是通过高穿透力的伽马射线进行热破坏，被命中的目标会瞬间化为灰烬，光束边缘的生命体也会被高辐射溶解爆裂。如果以100%的出力打到地表上，会使大气层过热膨胀，从而产生大范围的超音速冲击波。过热的大气反射的紫外线还会造成2次伤害，最终结果就是会直接导致地上近半数的生物瞬间死亡，加上引起的气象变化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等等，会让地表上80%的生命都灭绝，可以说是恐怖如斯啊。至于第2季的小号创世纪，虽然排量小了点，还取消了海市蜃楼系统，但杀伤力也依然不容小觑。Plant 的另一个大杀器就是奥丁神枪，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超强的 EMP 武器，对人体无害，专杀电子设备。引爆原理是通过 N 个点火器的激光群爆缩，极具破坏的压电元件生成 EMP。由于巴拿马是以生产为主的后方基地， EMP 防护等级不够，导致基地在 EMP 攻击下直接停摆。丛林后方的质量加速器也在强力 EMP 的影响下，由导体铸成的投射轨道激发出强力磁场，相互吸引、扭曲、坍塌。同时呢，基地配备的短剑也由于 EMP 防备不足，直接宕机。这次奥丁神枪作战的成功，也与联合在 EMP 防护问题上的松懈脱不了干系。闹了半天，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？而在 C 的第1季中，自然人除了用过核弹，还用过一种超级武器，名字很霸气，叫独眼巨人系统。但说白了呢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大号微波炉。早年也不是用于军事，而是用于融化含有金属的冰川而发明的。由于体积巨大，不方便移动，因此只能当做自爆武器，用起来那是相当昭和的。当独眼巨人系统启动以后，收到指令的循环加速器会通过震动产生微波，使范围内的生物体液沸腾并爆炸，无机物也会受到热辐射而崩溃，整个基地周边半径10千米化为焦土。总的来说， C 的第1季中，除了核弹以外的超兵器，扎夫特是更倾向于进攻，而自然人这边呢，则是更倾向于防守。第2季则稍微有些改变，扎夫特这边的中子精跳器则是主要用于防守，它是通过引发范围内的中子加速运动，从而促使核武器提前引爆，来达到防御的效果。其实想一想啊，假如联合那边的武器都是用核能，这个东西拿来进攻也是相当不错的。联合这边的尼伯龙根则是由独眼巨人的被动防守变成了主动防守，它的原理同样是镜面反射光束为主，只不过呢，它并不是通过镜面将光束聚拢，反而是将光束大范围折射，形成对空的大面积饱和式打击。这个武器可以说是相当针对扎夫特了，因为扎夫特的对地作战方式经常是以空降为主，而一旦掐断了空降兵的来路，地面的部队就可以被扎夫特的 Ace 割草了。最后要介绍的就是镇魂曲了，算得上是地球联合扬眉吐气之作，终于从防守方变成了攻击方。虽然要说的话之前的核弹攻击一直都是攻击方，只不过是效果屌差罢了。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粗暴，就是一门巨大的光束炮，有几十个反应炉运转蓄能，形成拥有超高能量的光束射线。但还有一个说法说光束炮用的还不是核引擎，因为怕扎夫特直接拿中子精跳器来搞破坏，也就是说这粗到爆炸的光束炮是靠发电机黑科技打出来的，属实是逆天了比起细思极恐的发电机黑科技，更直观的还是用于扭曲光束的中转站。它的原理与第1季中出现的近段高达相同，是幻象粒子胶体技术所衍生出来的能量偏移功能。它不但能让光束扭曲的同时呢，还不会让威力衰减。虽然通过多个中继站以后精度会下降，但可以通过持续照射加扫射的方式来扩大战果，摧毁了扎夫特多个卫星殖民地，称得上是联合最喜欢的一击。只不过呢，随后就被扎夫特缴获，并被以牙还牙了。NTR 既视感满满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